Yes, Ger. Well, Gardaí from Talagarda station were called here to the scene at Timon Road North in Dublin 24 just after midnight last night. And when they got here, they found the victim, a man in his 50s who had sustained serious injuries on the street here behind. 没错，今天我们来聊聊都柏林那些臭名昭彰的危险区域。Dundale 大量福利住宅聚集区域。2019年5月 ，Jordan Davis 在带着自己年仅4岁的小孩散步的时候被射杀。Jobstown 位于 Tala， 是一个犯罪活动极其频繁的区域。在2020年，有3次都柏林巴士被迫终止8条经过此区域的公交路线。2018年，一个小年轻偷了一个挖掘机，把当地的 Lidl 超市给毁了。Finglas 南部和西部区域，2018年，这里是都柏林犯罪率第3高的区域。Ballymun 2019年，这里被废品处理公司评为都柏林乱丢垃圾最严重的区域。最近还有一个小年轻在路上用机关枪扫射，最后被判刑15年。Ballyfermot 不久前，这里一群小年轻纵火把一幢疯了的房子给烧了。Clondalkin 同样的犯罪、毒品、刺杀在这里非常猖獗。2019年，一群年轻人在这里的运河边上对着路人喷射烟火。其实在做完刚刚上面那些研究以后，我也自己被自己吓一跳，因为你知道有看到枪杀，然后什么毒品，然后青少年在街上用机关枪扫射，我都有一点害怕。然后今天做这个主题呢，就是想带你去2个都柏林市中心哦，而且是你来都柏林是我觉得95%会去的地区，而且这2个地区就是位列于这些臭名昭彰的地区的列表之内。然后我现在所在的是，我后面是 O'Connor Station， 就是这边应该算第2大的火车站。然后你是肯定，如果是要去远行，是肯定要来的。然后我要介绍的这个区域呢，是叫Sheriff Street Lower， 等于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后面是一个很黑的一个地洞，等于是在这个区域2019年的时候，我边走边讲，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都柏林市委会的工作人员来这边执行公务的时候，都需要申请警察随身保护，因为他们之前在这边有被当地的一些青年威胁过。我觉得这条路经常有警车通过。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警察有在就这附近的区域破获一起很大的藏毒案。2016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区域有一个叫 Michael Bard 人被枪杀。我每次看到枪杀，感觉其实自己离就自己离发生这些事情其实很近，因为其实这条路的话，我经常有的时候会走过，然后你知道散步啊之类的，因为是在很市中心。我今天选的这2个区域，就是因为在市中心，大家都经过，所以说想提醒一下大家，走这些路的时候要提一个心眼，然后小心保护一下自己。然后我去前面看一下，你看那个是刚过的那个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应该算，我没有看错的话是便衣警察。这边经常会出现警察，因为我上次从什么地方来，然后也是看到有警车在那边。我现在是走在这附近的一些社区。其实我现在看到的还不是最糟糕的，因为感觉这边大家可以看，如果房子很新的话，就说明这些人还是有钱的，不是穷人的。所以说一般有一些收入的人都会比较的，你知道，不会去做一些坏的事情。然后
一下。有些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房子很旧啊，什么之类的，到处都是垃圾之类的。这边还是很多垃圾的。我下面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如何判断哪一些区域比较的，你知道怎么讲，比较的危险，比较的需要你注意的。第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到处都是垃圾。你能想象到处都是垃圾的社区的人的素质是不好的。然后第二个是你看到有一些房子，然后它会用木板钉起来，我怎么说到就走到了，就像它这个是铁皮，你看这些铁皮都是废弃的吧，看到吗？这些都是铁皮的，我觉得更危险。就是说有一些我其实看过，就用木板钉起来的那些区域，就证明里面可能会有藏一些东西，大家懂的。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时候你看到在街上，有一群小年轻骑着自己组建的那些摩托车啊，然后还有自行车啊，这些就稍微离他们远一点。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之前上班是有经常经过 Ballyfermot， 那一边会看到草地上有点火的痕迹。Hello， 会看到草地上有点火的痕迹，然后有看到那些的。Is that going on YouTube? Yeah, it's going on YouTube. Yeah, do you want to say hello? What's your name? 碰到一个小孩。How old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Yeah, have a good day. Have fun. 对，那个小孩有看到草地上有点火的痕迹，大家就知道小孩在那边玩的有多疯，就证明那个区域也是比较危险的。另外还有就是租房的话，大家会看到，或者是买房，大家会看到有一些，你像我前面提到的 Finglas， 还有 Ballyfermot。Tallaght 那些区域会很便宜，大家租房千万不要租那些地方，宁愿多花一点钱。其实很多地方就尽量避免那些地方去租房或者是买房，因为是会变成你非常糟糕的选择。尤其是Tallaght，我听说过太多，以后有机会再分享。最后我想说，就像刚刚碰到的那些小孩。就像刚刚碰到的那一个小孩一样，其实在这些区的话，也有一些你知道很好玩，然后很可爱的小孩。所以说我说的那些特征的话，不能一竿子打死，就是说大家看到那些特征会就是起多一个心眼，然后注意一下，也不能证明有那些特征的人或者是地区都是坏的。大家看我后面的背景。能不能猜出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没有错，这边是应该算是世界闻名的吉尼斯啤酒的制造工厂，就在我的后面。然后这一块区域呢，也是其实在列表之中被列为比较危险的区域之一。然后其实这个地方呢，我之所以介绍，是因为吉尼斯的这个啤酒制造厂应该是在全爱尔兰被列为游客造访次数最多的景点之一，所以说大家不管是来这边玩，还是你知道学习，还是工作，都会可能兜转都会来到这一边。所以说，而且今天我来这边其实挺有话语权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是住在那个后面，我现在带大家过去看一下，是住在后面，然后他就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当地小孩的骚扰，因为我每次有的时候我周末去他家喝酒之类的，我都会看到小孩在旁边，你知道，就是对别人吹哨子啊之类的这些行为。然后我现在去前面带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区域比较强悍的样子是一个什么样子。
其实今天挺安静的。你知道刚刚路过的那个人跟我说：“你小心一点，这边你会被抢劫的。”哦，说的我有点害怕。我现在带大家赶快看一下这个区域，就是我刚刚忘记讲了一个特点是，你看这后面的，怎么说的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在这边其实我自己还在这边经常来过，然后这边比较顽强的一个点，强悍的点，大家看到我是四周围是一些社会住房，像这种连排的社会住房都会住一些可能平时你知道混一混，然后都没什么事做的人。哇，天哪！我现在心情有点紧张，因为我现在目前看过去，四周都没有什么人。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指的这个屋子呢。就这个屋子就是我当初朋友住的，然后他当时就是经常晚上有人会来敲那个窗户，就是很烦，因为他那个是直接靠着路的。然后大家看这边社会住房很多，等于是整个被社会住房包围了。我来这边不知道大家。我来这边之前是因为我其实对这个区域还蛮熟的，因为我经常来我朋友家，你知道周末会来喝酒之类的，也知道这边会有一些小混混。然后刚才那个人一经过跟我一讲的话，讲得我心情都有点有一点加速。然后希望大家尽量。白天来这个区域可以来，就是来这边不要你知道举着相机啊之类，就千万不要像我这样举着相机。我今天是带大家看一下这附近是一个什么的样子，因为今天感觉还挺安全。如果我现在看到小孩的话，假如说路上有那些小孩，我会立马把相机收起来。你像我现在是整个被社会住宅所包围，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后面就是社会住宅，那个人其实是好心提醒我，他轻轻的跟我讲，小心你可能会被抢劫。天哪！而且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奇怪，因为你知道，在一个世界闻名的景点和你知道后面是 St. James。医院是一个非常大的医院，就在这两个非常人流量非常密集的中间，有这么一小块区域，就是社会问题比较多的区域。而且看一下，我现在走去的就是一个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区域，因为是我现在后面是医院。好了，今天视频差不多到这边。然后我最后想说，其实都柏林。我觉得还算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因为我来这边这么久，还没有碰到过一起，就对我言语攻击，或者是你知道要身体攻击我的事件还没有发生过。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因为我最近有听到一些人好像是被攻击之类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假如说你前面有2-3个小孩，然后他对你言语辱骂了，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当然是走开啊！你不要去跟他正面冲撞啊！这很简单的道理。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在公交车上，然后是和3个小孩，也是几个小孩，是个白人，而且人高马大的。他跟那3个小孩在冲撞，然后跟3个小孩说：“我们下去单挑。”下去单挑，他就输了，然后就被打得很惨。就是说，那些歧视啊，或者是被人打的事件，很大多数情况下是你跟他起了正面冲突。我就建议大家，如果有碰到这种事情，就忍一忍，你跟他不要去正面冲突，真的不要去正面冲突，你就走开，他也不会怎么样的。爱尔兰人总体其实真的都不错的，都非常友善和蔼的。然后青少年犯罪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在哪个国家都有，所以说大家尤其是去
我刚刚上面讲的那一些地区和带有那些特征的地区的地方的时候，大家留一个心眼，然后尽量晚上去，其实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好了，今天非常幸运没有碰到任何事情，然后就到这边吧，下次的视频再见。